在我的身旁呢是极氪带来的中大型电混 SUV 极氪 8X。在跟大家正式聊这辆车之前呢，先来说几個關鍵詞啊。就 8X 它是有5座、6座2個版本的，有70度大電池，有6C 超快充，以及有900伏的架構和 2.0T 的發動機。你是不是聽完這些關鍵詞之後，覺得說，跟之前咱們看到的極氪的旗艦 9X 整個的配置啊、技術啊都差不太多？是的，雖然說它的名字叫做 8X， 但是在整個的硬件方面完全不差事兒。只是說 9X 呢，它的風格更加偏向於行政豪華一些，那 8X 呢更加偏向於激進和運動一些。咱們先來看設計部分，首先就是前臉這個格柵和009啊和 9X 都是一脈相承的，非常受用戶好評的一個外觀的設計。只是呢，說我剛才也注意了一下細節，就是 8X 的這個格柵前面的這個飾條是21條，9X 是23條，而且不太一樣的是，8X 整個的這個前面的格柵，它是用到了雙主動式的进气格栅，就下面這個位置、上面這個位置都是主動式的進气格柵，它也會根據比如說你車速啊、進風量的要求，主動的去開閉，這個在我印象當中，這個市面上還沒有第二輛車是這麼去設計的。另外呢，如果說你想要去強調它的這個運動屬性的話，你也可以把這個格柵部分換成全黑的。然後在大燈這個部分，依舊是用到了分體式的大燈，加上一個 C 字形的日行燈，然後裡面是有2萬多個鑽石的這個切面去呈現這種大燈很典雅的一個視覺效果。但是當你第一眼看到這個極氪 8X 的外觀的時候，我一下就會覺得說它的氣場和 9X 是不太一樣的，它明顯會顯得更運動一些。然後後來看了一下，主要就是出現在這個整個機蓋的不同，因為它的這個視覺效果重心會更低，所以就會顯得整個車頭會來得更低趴一些。另外，它也跟 9X 不一樣，9X 它是一個大面積的一個泵式的機蓋，然後兩邊是沒有這個導風槽的。那現在 8X 有了這個導風槽，所以整個的視覺效果就會來得很明顯了。那 8X 這樣的一個前臉的設計，你們滿意嗎？然後側邊的設計其實也挺講究的，就你會發現說整個車玻璃和門框這邊它是完全無縫的一個鏡面，這樣除了可以帶來非常好的一個風阻係數之外，也會有一個很不錯的視覺效果的呈現。其實這個技術難度還挺高的，就這樣的一個設計，我們經常會在之前的一些超豪、頂豪上會見到。当然說，很大的一個區別跟 9X 啊，就是在尾部這邊它會有一個明顯的溜背，然後在地柱的鍍鉻這邊，它會有一個明顯的角度上面的收攏。就所有這些設計，它會偏向於一個轎跑的 SUV 的設計，就會更加去呈現它的一個視覺上動態的一個效果。當然，大家呼聲很高的這個實體門把手也沒有缺席啊，所以不要再去爭論說到底是有隱藏式的門把手還是實體門把手了。極氪已經給出了這個答案。那我這次其實要跟大家強調聊的是 8X 的這個輪毂，極氪官方給出了非常多輪毂樣式的選擇以及尺寸的選擇，20、21、22都有。而且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那個22寸的大輪毂，然後配合上一個燻黑的設計，是非常非常符合 8X 的個性的。不知道你們會更加喜歡哪一款？再來看一下你們很關注的車身尺寸，極氪 8X 的車長呢是5100，車寬是1998，車高是1780，軸距是3069。就咱們關注一下它的車長以及軸距，會比市面上目前新出的一些8系的車型，比如說像 LS8，它的軸距會更加有優勢一些。所以我個人覺得啊，就極氪 8X 5座版本一定是它的最優解，你可以收穫到非常誇張且舒適的2排的乘坐空間。但是比較遺憾的是，今天我們沒有辦法去體驗它的空間，也沒有辦法看內飾。大家可以先了解它整個的參數表現，進行一個對比。當然啊，也因為極氪 8X 很克制的一個車身尺寸的這樣一個參數，所以這次官方沒有把我們日常知道的黑白灰作為它的主打色。這次的主打色呢是更加靈動一些的，叫做雲破紅，會把這輛車很運動、很積極、很靈動的一個狀態會呈現得更加明顯一些。今天我們在現場也去實拍了一下不同的顏色，大家可以進行一個很直觀的对比。
然後再來看車尾，就这个车尾的尾灯，你乍一眼看过去，好像是把极氪 9X 的那个车灯等比例给缩短了，但其實仔細看會發現，不太一樣。首先下方它不是一個貫穿式的這個車燈了，去強調車尾的這個層次感。另外就是你看裡面它也保留了這種大面積的鑽石切割這個形面，去呈現它整個尾部的一個辨識度。那兩邊它多了很多這種鋒刃的一個小設計，去強調它的這個運動的感覺。怎麼樣？感覺其實車頭和車尾的這個設計還是不太一樣的。你們會更喜歡哪樣的設計呢？就雖然說咱們今天只能看外觀，內飾部分還沒有解密，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已知的一些信息啊。就比如說我們在節目開頭的時候說的900伏的高壓的混動架構，6C 的超充，2.0T 的發動機加上雙電機。其實這個數據放在整個市面上的8系車型裡面還是比較難得的，因為我們已知的很多品牌的車型都在出 1.5T 的發動機，所以可以讓這輛 8X 跑進0-100 3秒以內的成績。就我不由得就會想起之前那句話，大家都會說，哎呀，極氪永遠都不會造無趣的車型，即便是放在一台大5座、大6座的車型上，也依舊如此。另外就是在9X 上備受好評的雙腔閉式空懸，加上 CCD， 再加上主動穩定感這樣的一個很硬核的3件套，依舊是沒有在 8X 上面缺席。關鍵是 8X 它的車重會比較輕，所以整個的性能上或者說底盤操控上也會來得更加的游刃有餘一些。大家關注的操控層面完全不差事兒。那最後是你們很關注的續航方面，8X 呢依舊是搭載了一塊70度的大電池 ，CLT4 的純電續航可以來到400公里左右，然後油電的綜合續航呢可以來到1400公里左右。以及說腦袋頂上這顆激光雷達，我們也可以預想到 8X 呢是可以用到極氪家族的這個千里浩瀚 H7的智能駕駛輔助方案。當然這些我們等後面呢，比如說內飾解密了，或者說正式可以試駕的時候，我們再去跟大家分享。那節目的最後，其實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就是現在整個極氪家族的這個售價信息已經非常的明確了，極氪 7X 23到27萬，極氪 9X 46到60萬。那你們覺得我身旁這輛 8X 到底要怎麼定價，才能夠在現在競爭非常之激烈的8系市場裡面有非常強的競爭力呢？